阁下是？久闻段真人威名，小女庄寒燕，恭候多时。段真人，段天师，庄大人，许久不见。段真人安好啊？听说近来您去了应天府，也不知何时回的京城，怎得闲光临寒舍，也不事先通传一声，好让在家有个接应啊。庄大人不必多礼，贫道夜观天象，察觉贵府有难，特来相助。寒燕，不如你先回拱桐院，这儿有我照应。且慢，这位便是庄家的三小姐吧？是。庄大人，不知贵府近来可有人受病受难？这倒没有。父亲不必为我遮掩，祖母病重，久久不起。段真人手眼通天，怕是早已经知晓了。既然如此，庄大人是否允许贫道为令堂瞧一瞧病由？真人可看出什么端倪？却与17年前一般呐。庄府邪祟未除，老太太受其侵扰，惊了魂魄，如今已是阴差取命之术。天师神通广大，求您救救老太太吧！这庄府何来的邪祟啊？老爷，天师这意思，不就是17年前那只三嬷嬷，胡言乱语什么？此事尚有蹊跷，贫道虽通道术，但毕竟是肉体凡胎，还得开坛做法，请神明目，方能看清眼下的迷局。若庄大人有心救老太太，那便在院中速设下道场。段真人，听闻您是两广人士，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雪天路滑，真人仔细看路。天请地灵，焚香拜请。父亲，庄大人，这是做什么？段真人到访，为我加持做法祈福。诸位兄台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方才痴儿说老太太病重，你又突然离席一去不归，我等担心，怕是真的出了什么差错，我们故此赶过来看一看。随后急急如律令。这样，不如诸位大人先回府，关于会馆祭祀一事，我们改日再议，可好啊？如此也好。两位大人，咱们就庄府有难，我等岂能袖手旁观啊？况且庄大人口口声声说这庄宅清静，绝无鬼怪。今儿个我韩某人倒要听听那老天师是如何断案，免得将来影响了咱们庄韩两家子女的大好婚事啊！庄大人，真人如何？小娘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恐怕要陷大人于不义之地。不义之地？贫道受神明所助，已知这邪祟之人的生辰八字。若想救老太太性命倒悬，须将这邪祟诛灭，以命换命。只是贫道掐指一算，这邪祟之人
白庄大人的骨肉血亲。老爷这段真人，我庄家虽非簪缨侍胄，那也是书香门第，怎么能生出什么邪祟之人呢？八字在此，还请庄大人自行分辨，自行处置。这怎么可能的？怎么会？这绝无可能！你这道士信口雌黄，为何要污我姐姐清白？怎么会是雨山呢？这是二姐姐的生辰八字。段真人，17年前，你说我三女儿韩燕是赤脚鬼临门，这17年后，又说我二女儿雨山是邪祟阴差，这我庄府清清白白官宦人家，怎么在你口中就满门妖邪呢？庄大人莫急，贫道今日前来，确有一件旧事，要向贵府向三小姐致歉。17年前赤脚鬼一事，乃贫道法力浅薄，被那邪祟蛊惑蒙蔽了双眼，这才错怪了三小姐。庄府这些年来受的灾祸，与您并无干系，而且这些年来三小姐的生辰八字，贫道谨记于心。如今看来，您才是祥瑞转世，福泽深厚，乃贵府的镇宅之宝啊！那段真人，这么说来，韩燕她就不是赤脚鬼了吧？三小姐这些年来吃的苦，平白为二小姐担了罪名。雨山是我一手从小养大的，向来乖顺有礼，怎么会是不祥之人？各位信或不信，非贫道能左右。只是这邪祟一日不除，老太太的生机便弱上一分。若是奉行孝道，还请庄大人决断。不可听他胡诌，父亲。将这妖道拿下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！雨山，莫要无礼。爹爹，这贼道士妖言惑众，女儿手中已有证据，您快报官吧。什么证据？兰儿，你去说。老爷，奴婢昨夜亲眼瞧见三小姐鬼鬼祟祟出了广同院，与这段真人后门私会。虽然没听清他们说了什么，但奴婢看见三小姐给了段真人好大一个包袱。贫道何时见过三小姐？你这索命阴差又想害人！兰儿不必怕他，继续说。是。奴婢心觉有异，便悄悄跟上了段真人。只见他去了余记当铺，倒卖了许多金银首饰。待他离去之后，奴婢便找余记掌柜问了经过。只见那些金银首饰，全都是昨日周姨娘新送给三小姐的。奴婢便赶忙回来禀告了二小姐。三妹妹身负赤脚鬼污名，又久居儋州，我这个做姐姐的本是心疼得起，但你心肠何其歹毒！竟然为了在家中争宠，便收买天师陷害于我。韩言，他们此话当真？父亲，且先听听这段真人如何对答吧。你这小丫鬟信口开河，是谁叫你如此污蔑贫道名声？段真人，不如咱们去余记当铺走一趟，是否污蔑，一问便知。段真人，你说句实话，昨夜是否当真见过韩燕？打，打到他开口为止。大胆！不去，打他！住手！你们竟敢！我可别吵成此事！
主母，永寿堂已经闹起来了。带人去吧。是。住手！快停手！我说，庄大人，贫道也是被逼的呀。什么意思啊？贵妇三小姐她威逼利诱，今日一切全是受她指使，贫道不得不从啊。更何况她乃赤脚鬼转世，如今已经长大成人，比婴孩时更为凶厉，贫道已不敢不从啊。这一场大戏，兜兜转转，终究是要置我于绝境。庄雨山姐弟绝没有这样的手段，真正的幕后主使，定然另有其人。甚至17年前的那场诬陷，亦可能出自一人之手。但我不会让你再次得逞。父亲，女儿昨夜确与段真人见过，今日他的一切言行，也确实全是受女儿指使。韩爷，你糊涂啊！老爷莫要动怒，三小姐一定有自己的苦衷。周姨娘所言不假，韩燕确有苦衷。你有什么天大的苦衷？竟挟着妖道逼迫父亲害我性命？姐姐莫急，即便此事未被你捅破，我最后也是要说出真相的。绝不会害你落入与我这赤脚鬼一般下场。韩燕，你怎么说的我越来越糊涂了？父亲，女儿今日这番行径并非胡闹，而是为了向世人证明，这贼人最善以俘获惑人。段真人言语行为怪力乱神，愚昧迷信，从来不足为信。段真人，我且问你一句：若今日是我收买了你，那17年前的那场栽赃诬陷，你又是被谁收买？你做卜卦吉凶的生意，世人的福祸生死皆由你一言而定。你收了金银钱财，便敢空口白牙肆意诬陷，是当真不怕报应。这些年来，我只因你那一句虚妄之语，我受了多少苦楚，遭受了多少灾祸，可要我与你一一细数。不如你自行招认了吧。你为祸京城多年，到底受过多少贿赂，诬陷过多少无辜之人？你胡诌什么？贫道何时诬陷过你？你那穷凶极恶赤脚鬼，贫道若非拒你淫威，今日又如何受你所知？若我为凶恶鬼怪，你又如何敢当众反咬一口？就不怕我要了你这条命？庄寒夜，你休在这装模作样。若不是我二姐姐拆穿了你这阴险下作的诡计，你只怕早将她冤死了吧？我倒是信了妹妹。若今日一切皆是你的计谋，那祖母又是为何病重至此？还请妹妹解答。此事不该三小姐回答。陈嬷嬷，你这是？回禀老爷，这位是咱们周姨娘从义南老家专为老太太请回来的伙夫厨子。近来这些时日，老太太一饮一食皆出自其手。说说吧，你在老太太的餐食中做了什么手脚？陈嬷嬷，你在这胡说什么？你老爷饶命！小儿冤枉，小儿冤枉呀！小儿查过老太太膳食，只有一味野山穴。据说，要是没煮到烂熟而误食下肚，一时发作，便能开天眼；一时，那便可自行散去啊，绝不至于害人性命啊！老爷，什么能开天眼？这山中殉郡多有实之致幻者，母亲所见所命鬼怪，那皆是因为吃了此物，没人暗害，没人暗害。老爷，此事可没这么简单。你又有什么隐情，非得在这儿说？这是永寿堂每日膳食记录。这厨子明知老太太进补汤药中有一味马术，此味药与丁香相克，
却又专做了丁香甜糕，引诱老太太多食，这才致使老太太一病不起。老爷，老爷明察，老爷明察呀！小人入府当日，确实查看过老太太药方，但是小人只是一介伙夫，不通药理啊，这又如何能算到此处啊？老爷，你是不通药理，但咱们府上却有一位女子，家中本行是开药铺的。老爷，是妾身用人不察，任人不善，没有照顾好老太太，请老爷责罚。爹爹，那些汤药糕点送入房中，吃与不吃都是祖母自行决断。此事说破天，也是这厨子蠢笨粗心，与我小娘哪有半分干系啊？是啊，爹爹，请老家厨子进府一事，起初也是祖母吩咐小娘去做的，小娘本意是向祖母尽孝啊。罢了罢了，如音，你起来起来，可能是巧合，就是巧合。巧合？老爷，事关老太太身子康健，如此断定巧合，只怕徒留后患。陈嬷嬷，你还想做什么呀？老爷，陈嬷嬷言之有理，这丁香甜糕并不常见，可偏偏孙厨子却做了这道糕点，确有几分可疑。不是，小人只是见厨房送进来好几罐丁香，若不用了，只怕坏了，这才想到做丁香甜糕呢。老爷，哎，这祖母汤药与丁香相克，家中突然买这么多丁香做什么？这厨房食材药材进出都要经主母之手，这怎么反而怪到我们巩同院来了？就是，二小姐，你惯会倒打一耙。主母只买丁香是为薰衣所用，从没往厨房送过，是吗？还又要分说不明白啦？二小姐，你行了，别说了，一个个的，非得把家里的脸都丢尽了才高兴是吧？父亲，今日您朝中同僚在场，将这府中的污秽之事分说明白，其实有益无害。韩嫣，你怎么也……父亲莫急，且听女儿一言。军谱中有记载，若误食毒讯，以苦名入白矾以下，则可立狱。祖母尚且病着，当以此事为重。孙嬷嬷，你快去厨房将解药治好，速速为祖母喝下。啊，是，三小姐周全，奴婢这就去办。哎，至于祖母高烧不退，许是那丁香与汤药相克之故，只需等药效自行散去，便可恢复。父亲不必担心。韩嫣，你如何懂得这些？今日庄家这一切乱局，皆因段真人无故登门所致。赤脚鬼也好，邪祟阴差也罢，皆是虚妄污名，只为借迷信之说蛊惑人心，挑动家宅之乱，好从中牟利。今日这场乱局，并非庄家人心不蛊，反而是府中上下家风厚善，人人心思纯良，这才受奸人所害。三位叔伯皆为朝中重臣，自然明察秋毫，洞彻事理，还请莫要听信奸人谗言。漂亮话谁不会说呀？你与这段真人勾连私会，诬陷我二姐姐的事情，可还没分说明白。闭嘴，你个逆子！尉迟小侄，此言不虚啊。段真人在京城久享盛名，三小姐满嘴的奸人妖道，便想来封住悠悠众口，只怕空口无凭啊！啊！别，来。依据我朝律法，盗窃贼犯须受情刑，在身体上刺盗窃二字，初犯者刺右臂，再犯者刺左臂。三位叔伯应该都知晓此事吧？贫道事务繁忙，你们庄家孰是孰非，别把我这个出世之人搅和其中。告辞。拦住他！庄大人，贫道即便算不得贵客，那也是出家之人，如何受得了你们三番两次的折辱？段真人，你是自行招了，还是将你这身道袍扒下来，让大家都瞧瞧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你好大的胆！庄寒燕，你这赤脚鬼还想害我？
庄大人，还不将我放了？韩爷，你这是何意？父亲，此人乃欺世盗名之辈，佯装天师，实为窃贼。只需将其这一身衣上扒下，便一目了然。庄世阳，贫道今日还要去宫中给贵人祈福，若是迟了，你们谁也担待不起。老爷，段真人所言不虚，妾身也听闻段真人与宫中的嫔妃有些交情。周姨娘，若我们庄家明知此人是个骗子，却任由其进宫蛊惑贵人，只怕来日东窗事发，咱们亦会遭其牵连。干什么？今日哪怕天王老子怪罪下来，也有老奴顶着。17年了，你这妖道也该现出原形了。逃犯崔阿牛，两广人士，双臂窃贼刺体。窃贼！你个妖道，果真是个窃贼！窃贼又如何？英雄不问出处。贫道出身是不好，但早已得仙师点化，皈依三清多年。怎么着？你们还想治我罪不成？皈依三清，却不能化解俗世之罪。盗窃事小已是过往不可追，但是听闻段真人受官府通缉多年。段真人，我可以帮你瞒下你的性命，但你却要还我一个性命。你什么意思？17年前与今日这2场祸事，在背后指使之人是谁？你若如实相告，我便答应放你一条生路。若你执意不说，我只好将你扭送官府。听闻京师牢狱对付不开口的囚犯，有数不尽的法子。我说，你看着我小娘做什么？老爷，我没有。周姨娘，你与三小姐全用此事要挟我，如今事情暴露，我也没什么好怕的，你就认了吧。闭嘴！段天师，你为何要这样诬陷我？父亲，不要听信此人谗言，兰儿昨夜亲眼所见，三妹与段真人私会，还给了他许多财物。那些金银珠宝，女儿没有收回，还在余记当铺，咱们一去便知。既然二姐如此言之凿凿，咱们便不用去了。你这是承认了是吧？兰儿，你昨夜几时瞧见我与段真人私会？大概是亥时。那你说来听听，你瞧见的我是什么模样？所以说，你并未瞧见那女子面目。这件裘皮大氅是姨娘给三小姐新做的，府上只此一件。周姨娘，事到如今，余记当铺是不用去了，只怕你送我的那些金银首饰，现在已确实全部在那当铺之中。但咱们可以去裁缝铺子问问，这件大氅，您是做了只此一件，还是做了2件一模一样的？三小姐，我虽是老爷的妾室，实则是庄府的奴婢而已。您是嫡女归家，若眼里真的容不下我，我绝无半句怨言。我最笨拙
有是无从辩驳。事已至此，只有以死来自证清白了。老爷，前世先走了。小娘，如意，周姨娘，小娘，大娘，如意，大娘，如意，小娘，小娘，大夫，大娘，安大夫，快！三小姐，你答应放我走的。崔阿宁，这17年来，每日每夜我都想将你除之而后快，放你走，你太天真了。起来！那一日，与我纠缠多年的赤脚鬼流言，终于得以破除，我也终于走出了这滩泥沼。所谓赤脚鬼，不过是生来便赤脚而行，一无所有之人。也正是因此，我们才更加无所畏惧。